2023年7月25日，王毅再次被任命为外交部长，也意味着他将再一次扛起中国外交的重担。几年前，王毅便因为自己出色的外交风采在网络上火了一番，而如今人们也期待着再次担任外交部长的他为中国外交带来全新的面貌。少年壮志，外交是不见硝烟的战场，外交部长所代表的是国家的形象，所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影响国际局势。在这种情况下，王毅能够2次得到国家的信任，可见他能力不凡，而他漂亮的履历更是让人们赞叹不已。作为外交部长的王毅受到万众瞩目，而在成为外交部长之前，他的人生履历同样足够精彩。1953年，王毅出生于北京，从童年时代他便展现出了与众不同。他格外的聪明，悟性很高，读书学习这方面他是从来不让家长老师操心的，而且他比别人又多了一份努力。作为一个新中国开国初期出生的孩子，王毅对于那些红色革命故事耳熟能详，所以小年纪的他便立下了远大的志向，将来也要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从小到大，他的成绩一直非常优秀，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也是王毅最初的梦想。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就在王毅即将考大学的时候，高考的政策取消了，就连学校也停课了，王毅的大学梦暂时搁浅。许多学生的命运就在这一刻发生了巨大的扭转。骤然离开校园的他们并不知道前路在何方，直到国家对青年们发出了上山下乡的号召，王毅才总算有了方向。几天之后，王毅辞别父母，来到了位于边疆的黑龙江建设兵团。王毅的原生家庭虽然不算大富大贵，但也是衣食无忧的，而且王毅在学校评价不错，成绩优良，如果他愿意的话，争取一个更好的地方没什么问题。黑龙江建设兵团地处边陲，气候苦寒，去那里搞生产建设简直就和流放边疆没什么区别，但这个地方却偏偏是王毅自己想去的。力争上游，王毅认为既然自己响应国家的号召要去地方建设，那当然要到条件最恶劣最需要人才的地方去，如果因为环境不好就打了退堂鼓，自己又怎么配做新中国的青年？怀着这样的雄心壮志，王毅来到了黑龙江这块陌生的土地。糟糕的环境并没有吓退他，相反，王毅适应得很快，和战友们打成一片。对于生产任务，他更是十分积极，在黑龙江待了8年，他几乎年年都是队里的劳动模范。更难得的是，尽管生产训练都非常繁忙，但是王毅并没有放弃学习。由于高考政策取消，所以很多青年都断了考大学的念头。毕竟谁也不知道政策会在什么时候恢复，万一等上10年20年，青春早就过去了。王毅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即便一辈子不能考大学，获取知识也是一件令人快乐的事情。黑龙江建设兵团条件虽然不好，但好在还有一个图书室，能借到一些书籍资料。于是每逢闲暇的时候，王毅就到图书室去，一待就是一整天，身旁没了老师督促，他便勤勉自学。遇到不会的问题，他就默默记下来，事后再翻箱倒柜查阅资料，实在不行便写信求助以往的老师同学，总归要弄个明白。所以8年的边疆生活并没有让王毅的学习荒废。对王毅来说，这8年的时光就如同另一个社会大学一般，他不仅学到了知识，也明白了如何做地方建设，这也为他日后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8年之后，生产基地图书馆的书王毅几乎已经全看完了一遍。而这时一个好消息传来，国家要恢复高考了，这让王毅兴奋不已。考上大学这个梦想他从未放弃过。这一年他25岁，王毅所参加的正是1977年高考恢复之后的第1届高考，这也可以称之为史上最难的一届高考。首先，这次考试不是夏季高考，而是设在了冬天，气候寒冷，已经让很多人望而却步。当年的考场上也有很多人冻到手指发颤，根本没有办法动笔。其次，由于前几年取消高考的政策，导致这一年的考生格外的多，竟达到了570万人。而且考生的组成成分非常复杂，有些是18、19岁的学生，有些是30、40岁的社会人员，人数众多，导致竞争非常激烈，其中的困难程度是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的。另外，当年人们获取知识的渠道并不多，从恢复高考的政策下达到正式开始高考，中间不过短短几个月时间，
大部分考生要一边兼顾生产任务，一边学习，很难做到尽善尽美。总之，这场高考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个磨练，王毅也不例外。幸好他从没有放弃学习，所以比别人更多了几分底气。高考之后，王毅得到了一个令人满意的分数，他当时心仪的学院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最后当然也被顺利录取。勤学苦读，不过其中也有些惊心动魄，因为当时第二外国语学院做了规定，考生的年龄不得超过25岁，也就是说25岁的王毅万一再早出生几个月，就要与自己的梦想学校失之交臂了。还好命运眷顾了他，离开生活了8年的黑龙江，重新回到自己熟悉的北京，还迈入了自己朝思暮想的大学学堂。王毅也算是苦尽甘来了，但他并没有感到轻松，因为进入第二外国语学院之后，王毅深感一山更比一山高，能够考入这里的都是精英之中的佼佼者，大家的成绩并没有很大的差距，因此竞争也就异常的激烈。同时大学的课程要比以往接触到的知识更加精细，稍有不慎就会成为掉队之人。王毅的同学之中有很多人，他们所接受过的外语教育要远远好过王毅。王毅这8年来依靠自学，虽然没有落下功课，但基础上总归还是差了一些，所以他最初入学考试的成绩并不算很亮眼。但王毅不会因为一点小小的打击就妄自菲薄，他的性格里有一股韧劲，既然基础比过人家，那就更要下苦功夫读书。于是他拿出了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每天他都是最早一个到教室，最晚一个回到寝室。有时学习的热情上来了，他可以连续几个小时翻阅那些晦涩难懂的外文书籍。可以说，除去一日3餐和睡觉之外，王毅几乎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学习上。这份精力让所有人都佩服不已。更难得的是，王毅并不是那种只会下苦功夫的书呆子，他一直都很关注国际局势，而且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苦读之余，他在班上当了4年的班长，同时成立了学生社团，每天和同学们激烈地讨论国际格局的变化，以及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制度变迁。他们讨论的话题，有时候就连学校里的教授们都觉得高深莫测。这些学生们虽然年轻，但是他们看问题往往比老一辈人更大胆。教授们很清楚，在这些学生之中，很多人会成为新中国未来的中流砥柱，王毅就是其中之一。毕业的时候，王毅更是以他2篇优秀的毕业论文震惊了所有人。这2篇论文，一篇是比较日语诗和中国朦胧诗之间的区别，以及背后的政治含义、文化变迁；另一篇则是对比了日本历史与中国历史的发展，分析了其中相同与不同之处。这2篇论文的专业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毕业学生的水平。当时负责论文审核的老师对这2篇论文无法写下评语，因为水准实在太高了。要知道，此时的王毅，他并不是长期在政治场合行走的人员，他只是一个受了4年大学教育的毕业生，还没有到他真正的舞台上大展拳脚。但是他却已经有了这样的眼界。那么如果把他放到更专业的位置上，他一定能够展现出更惊人的能力。此时对于王毅未来的去向，教授们各有各的看法。绝大部分教授认为，这个孩子性格内敛踏实，所以他应该成为一个学术研究人员。不过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王毅的选择是在1982年加入了中国外交部亚洲司，他的外交故事也由此正式开始了。外交风采，亚洲司当时任务繁重，主要对接的是与日本相关的工作。中日当时处在密切合作的阶段，于是王毅这位刚刚加入外交部的年轻人也经常接到一些重要的任务。因为王毅文笔比较突出，所以一些重大的场合的稿件，领导都愿意交给他尝试。王毅也不负众望，他交上去的稿子往往可以一字不改便当场宣读。别看这只是做笔杆子，可要写出这么一篇完美无缺的稿子，就需要对于国际政治有着非凡的洞察力，这正是王毅能力不凡的最好证明。同时他也随同外交机构参与了不少外事接待的工作，每次都表现得非常得体。对于一些刁钻的问题，王毅也能做出完美的答复。因为能力突出，所以王毅升迁的速度也非常快，打破了外交部的记录。当时外交部的一些老同志对王毅的评价是思维活跃，知识面广，能吸收借鉴学界的新理论、新观点，勇于承担责任，并善于与媒体沟通。工作之余，王毅也没忘了提升自己的学历。
他在南开大学拿下了硕士学位，又在外交学院攻读博士，同时他还获得了前往美国访问学习的机会。1989年，工作出色的王毅外派日本担任参赞的职务，也就是说，他仅仅35岁就做到了副司级。在日本期间，王毅进一步了解了日本的政治文化，为我国和日本的交流起到了非常正向的作用。于是几年后，王毅再度回国，便立刻又升任为亚洲司的副司长，1年后升任为司长。国家已经看到了王毅的能力，决心把王毅当作外交部未来的顶梁柱培养。王毅也对得起这份信任，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王毅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心态，从没有放弃学习进步。他的外交风格也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能展示属于中国外交人员的魅力。2001年，王毅晋升为外交部副部长。在国际舞台上，王毅渐渐成为了一个名人，他的几次外交回应都成为了新闻头条。王毅讲话直击要害，又不失风趣幽默，还能轻松地拆穿敌人的伪装。例如2016年对于南海问题，王毅是这样回应的：现在又有人兴风作浪，还有人炫耀武力，但是就像潮水来了又退去一样，这些图谋最终都不会有结果。历史终将证明，谁只是匆匆过客，谁才是真正的主人。对于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历史问题，王毅则这样说：70年前日本输掉了战争，70年后日本不应再输掉良知，是继续背着历史包袱不放，还是与过去一刀两断，最终要由日本自己来选择。王毅所代表的是中国新一代外交官的形象，王毅的成长，王毅的外交风格，其实也代表着中国外交风格的变化。国家越来越强大，我们的外交官也越来越有底气。2013年，王毅第一次当选为外交部长，如今他又一次站在了这个岗位上。外交之路永远是充满艰难险阻的，但是相信在王毅的带领之下，中国能够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光明大道。